结束这几年异地分居啊，让我回北京，特意说给我准备了个别墅，要给我一惊喜。今天啊，咱就带大家去看看这房子到底怎么样。据说啊，这套房子啊上下2层，而且呢带有独立小花园，最主要啊还有车库。完事儿呢，还有我梦想中的露台。我跟你说，我现在都迫不及待想去看了。但是这钥匙人家密码说呀，这让我打过来，那肯定不是这个，啊？都不是。这是最好的，但是你知道你在这村里关系是必须得拿捏好。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这个我也特喜欢，2层的，还有这种小露台。人家还没建好呢，好吗？也是啊，好像还没装修呢。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我的梦想就是在村里盖一个自己的农村4间房，弄个小别墅，回头啊再开个小民宿，邀请大家喝喝茶，是吧？享受这个安逸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2层的，有停车位，露台。哇，这房子太漂亮了，这房有人住好像是吧？这一看就有人住，里边都有车。我老公说了，在大柳树这条街过来之后，有一个灰色，是不是这儿啊？灰色联排别墅啊。对吗？是这房子吗？你在跟你开玩笑吗？这二层，带车库，小院儿。我居然无力反驳。真没有人啊！此刻我心里慌的一批，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不是这个吗？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感觉今天这脸丢大了，希望是找错了。Hello， 哦天！ it's me。此刻我想到人的心都有。哎，这是你说的房子吗？这房子多少钱啊？500万？你有病吧？我装我改造。挂了。现在对礼物挺期待的。好吧，你先去找礼物。我现在脑子有点懵，我无语了。真的，这跟我完全想的完全不一样。兄弟们，我怎么敢讲被坑？这是客厅吗？砖都露出来了，我很服。确实服了。这是传说中的楼梯，这都包浆了，这够有年代感的。够黑够暗。这是餐厅，这厨房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传说中的别墅。走，咱上2楼看看去。真的，我现在脑袋有点充血。我觉得惊喜没有，都是惊吓了。然后说给我准备一礼物，我现在我也没见着这礼物在哪儿。放哪儿啊？这什么都没有。都是惊喜啊！这个改造太高了。你们说我能行吗？改不好毁名声啊！哎，这阳台不错。下窗也都坏了，下窗。改造难度再次升级。采光这块采光特别不错，坐在这个主卧里放一个摇椅，然后边上放2杯茶，在这里夕阳西下，晒晒太阳，也挺爽。大白天怎么还做上梦呢？又有新发现。这就是传说中的露台。现我没见过世面。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舅舅？这就是他哥给的我惊喜吧？还写上信了。一张银行卡，他知道我喜欢露台，一直都特别想要一个带有露台的自己的小院儿。多寒酸呐！还有一块小布。符合我朴实无华的审美。我必须得好好改造一下。我就想看看你到咋改。这是我也得看。哥哥，你不挺能耐的吗？这边呢，客厅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想放一个沙发，还有一个休闲区域。现在呢，想做一个喝茶的地方，没事可以坐在这里，然后放一个茶桌，喝个茶。这个我一直特别想做一个高。电视的话就放在这一层上，这种牙口对的话，想做成一个这个这块漂亮。没想到这里边的空间特别的大，3个平方应该就是没问题了。这个位置，我想以后的话可以养一条狗，然后以后把这块打造成一个小狗的家。厨房要改造的话，我们这墙去打通啊，把这样厨房的采光能进到餐厅，然后呢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个位置呢离厨房和餐厅都比较近，做一个储藏间。其实我认为改造难度最大的是2楼。2楼这边的话其实是有2个卧室，这边呢是带阳台的主卧，然后这边是没有阳台，但是空间很大的次卧。这个房间呢，我是有想象成一个儿童乐园的那种家庭厨房。
2楼最难改的还有就是卫生间，2楼的卫生间和1楼的卫生间基本的话都是特别毛坯的状态，我想把这个打掉，做一个这种开放式的洗手台在这儿，然后这边装一个不一样的镜子。卫生间的话也是比较简陋的，可能后期我都需要换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的，到一个户外旅游的这个，然后再给你们再看一个催感特别惊喜的地方。还是说，对，反正是的，这个空间我完全跟小院联动起来，让它这个打造一个户外绿美人中的主题的，还有喝咖啡可以喝茶，然后或者是让大家一起放松交流的地方。以后我们在北京啊，只要看我视频，大家都有家了。它这个里边跟外边是分开的，所以这边的话用那个木质的那个伞给它捧起来的那种，就是遮阳伞还有一股的。但是其实我这2天一直没想好，就是这边这个空间没有想好干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就评论区的话可以留言哦。门口的话，这里它种一点好看的蔷薇花，然后月季花那种会爬藤的，然后这边搭一个架子，然后做一个这种特别漂亮的拱墙这种门，然后都改造好了之后，免费邀请大家来做客。接坡顶的房间呢，改造成一个儿童，就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今天第一天开工，首先就是拆改工作，老旧的卫生间拆除，全屋难看的踢脚线拆除，破木门呢拆除，杂物间拆除，吃早点了抡大锤都有劲儿。这怎么也得能省30块钱吧？工作量最大的呢，其实就是小院了。之前种菜的土和废弃的砖头全部清理走，然后用这个叫夯的东西把地面砸实，避免呢地面硬化以后会开裂。最后还在我的小花坛下面预埋了下水管，因为打算在院子里要装一个水盆。以为拆改特别简单，实际上还真不是这么回事。4个师傅整整干了1天，门口的建筑垃圾已经堆成了山。今天啊，着实是忙碌又充实的一天。虽然很累，但是看到梦想中的小院在一步步实现，真的是很幸福。公在北京送了我一套400平米的别墅，这要不生个3胎啊，空间都浪费掉了。所以我准备花8万块钱改造。经过昨天1天的拆改，1楼的卫生间拆了，全屋的踢脚线也都拆了，2楼的露台清理干净，小院也做好了地面硬化的准备。昨天的拆改特别顺利，但是就这一堆建筑垃圾处理得花多少钱呀？还好有我老公帮忙，没想到就这些垃圾足足装了3车。今天趁着没有工人施工，我想改造1楼卧室，先把杂物都清理出来。运气要好的话，你说能不能翻出点宝贝啥的？一想到这儿，我都迫不及待了，开整。有没有点人民币？有没有点古董啥的？你是想钱想疯了吧？暴富们终究是破碎了。历时2个小时，终于把这个房间全部收拾干净了。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我的改造。昨天把房间的杂物全部都清理出去了，以为能发现点什么宝贝，万万没想到白高兴一场。今天继续改造1楼卧室。今天啊，主要任务就是把1楼墙面清理干净。9平米大的房间，墙上钉了很多钉子，很多地方已经老化开裂。首先就是把钉子全部清理掉，拔不下来直接上大锤，拔着拔着觉得床碍事儿，搬走继续拔，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全部都拔下来了。然后把窗户周边能清理的浮土全部扫干净。今天要用到的工具就是铲墙面的铲子、打磨的砂纸，还有刮腻子的板儿，还有就是腻子水。先把破损的地方铲除干净，然后用砂纸打磨墙壁。一来呢，为了去除表面的脏东西；二来呢，刷乳胶漆更好附着。就在我以为完事儿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房顶还没有打磨，全部打磨完就可以补腻子了。腻子粉加水这事儿就跟和面一样，然后顺时针搅拌，粘稠度就像这样，不掉下来就可以了。切记要搅拌均匀，不能有小颗粒。最后就是用刮铲往墙上糊就完了。刚开始我也不会，但是刮了一会儿，手法是越来越娴熟。大面积破损的地方修整好之后，最后就是补丁眼了。累坏了已经。行，下班了，我要下班了。不干了，今天说啥也不干了。挑战花8万块钱改造别墅小院，这不前几天拆改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几天趁着没有工人施工，我准备把1楼的卧室改造成这样的，用了几个小时把房间腾空，又花了半天的时间把破损的墙面修复好。今天我终于
里要刷乳胶漆了。考虑到这个房间朝北，采光不是很好，所以在选乳胶漆色号的时候，特意选择了立邦的这个菱花白的这个颜色。我买了一大桶乳胶漆，然后涂刷的时候用多少倒多少就可以了。乳胶漆一定要记得加水搅拌，基本都是加20%水左右，然后再把这个色浆用水稀释完了之后倒到乳胶漆里面，少量多次的加，避免到时候颜色太深。这个是纯白色，这个是经过调色的。人生中第一次刷乳胶漆，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尤其是房顶稀里哗啦掉了一身。大家刷乳胶漆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刷到四周墙面的时候，明显感觉就轻松多了。滚刷呢，由上至下，身体带动着滚刷，不要用蛮力。刷完第一遍等个4个小时，干了以后再刷第二遍，最后拿小刷子溜溜缝，就万事大吉了。刷乳胶漆之前呢，这个房间是这样的；刷完之后呢，这个房间是这样的，明显亮多了。所以这个颜色真心是推荐给大家。劳动人民最光荣了，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又来改造这破逼小院来了，改，什么都没有，我他妈改到啥呀？就这小院破的真是小刀拉屁股，让我开了眼了。一进门这客厅是够大，就是这采光也太差劲了吧。再往里走，我才发现整个楼梯都已经包浆了。本来好好的一个大主卧的位置，非他妈弄一个车库。就这卫生间我更是服了，我感觉在这上厕所我都拉不出屎来，空间是够大，都他妈浪费了。再往过来，就这餐厅的采光，该说不说，确实比地下室要好点。咱不懂就问啊，这是啥主题房间呀？这走的是仓库存储风吧？我一想到这厨房这些管子怎么隐藏，我脑瓜仁都疼。这仓库我要是没猜错，怕是从来没收拾过吧？抠逼老爷们也不给点钱，就他妈会忽悠我说这房子经我改造能值500万。如果我没猜错，他小学修的肯定是成功学。2楼一共是有2个卧室，这卧室面积是够大，这三角顶是真瘆人。这边这卧室也是斜坡顶，这房子怎么看都别扭。2楼这卫生间就更奇葩了，甭管用不用，主打就是一个大字，这就是传说中的茅房配锅炉，1年到头就是糊。这边这一小块地啊，也是斜坡顶。每次看完这房子之后啊，我这心都得突突，必须来露台上放飞我的心情。咱该说不说啊，这景色还是很哇塞的。友友们给我提点意见，这小露台应该咋改造一下？终于开始水电改造了。2个月以前，我二梦送了我一套别墅，这里面的改造需求，师傅就开始计算用料了，用多少直接写在了墙上。算完之后呢，直接打电话订的材料，送货到家多方便。货是到了，但是千万要记得核对一下数量。线软，PDR 20砖头，3冬12个。因为明天小院要做地面硬化，所以让师傅今天先改了室外的水电。院里留这个电位呢，就是为了以后铺防腐木可以装灯带。然后我们就说到了改水电常讨论的这个问题，这点和同频数值的区别。看着师傅穿线管特别容易，我又抑制不住自己好动的小手了，就想上手试一试。穿了半天才发现，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咱装修完之后，是不是咱就能接活了？首先就让他先把院子的电位给我运流好，今天啊就可以顺利的给我小院做地面硬化了。这样的工期安排是最合理的。看没看这大车不能停？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停吗？水泥砂浆要提前预定好 ，C20 的强度呢，价格是330一方。小院地面硬化的面积是50平，所以我总共订了3方。地面硬化前期啊，切记一定要把地面夯实，这样呢可以有效避免后期开裂。因为之前没有经验，所以今天要开始施工了才知道没准备水桶啊！哎呀，这个着急的呀，赶紧去找水桶。一问师傅才知道，用水打湿地面，这样水泥砂浆才能更好的和地面贴合。看没看见？这都是经验呀！水泥砂浆倒满院子以后啊，师傅就要快速的摊开。只见师傅累的是满头大汗，一边干活一边说：“赶紧弄，赶紧弄，要不然一会儿就弄不动了。”我这在楼上正幻想着以后在院里吃烧烤的画面呢，突然发现这墙角的砖头没弄走，这得以后多难看呀！所以我赶紧跑院子里开始扔砖头，师傅嘴里就嘟囔着：“硬了，硬了！”急得我也是出汗了。因为小院地面硬化完了之后呀，我要铺那个防腐木，所以不需要弄得特别平，这样2个师傅就足够了。好在争分夺秒的2个小时，一切都刚刚好。弄到最后门口的时候也快弄完了，地面也是真的变硬了，基本就算弄好了。紧张忙碌又充实的一天，开心的是我的小院改造又完成了一步。今日消费1150，落地窗完全露不出来呀，那我这钱花的多冤枉啊！于是乎我又决定了。没错，继续砸墙，把主卧的牙口两边各扩大20公分。本来呀想多砸点，但是砸墙的师傅说啊，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见好就收吧。好吧，确实说的有道理。这不1个多小时的功夫啊，完活。这砸完的效果啊，视野就是不一样。我都已经开始幻想着装完落地窗以后在这晒太阳的画面了。就是这一堆垃圾。
不管了，反正我老公说了，垃圾他处理。砸完主卧的牙口啊，顺便让师傅把卫生间的外墙也砸了，因为我想做一个半墙的洗手间，还是拱形的那种，按照我自己徒手画的尺寸。师傅先用开槽的这个机器把墙面进行切割，然后就是用电锤砸墙了。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啊，大致的形状就出来了。怪不得那么多人做这个造型呢，这效果也太好看了吧！不光好看，明显的就感觉到光线和视野一下就开阔了。今年家里要是装修的，强烈推荐这种造型，装完效果一定特别美。又是圆满充实的一天，我的小院改造又进了一步。给收废品的师傅打电话了，人家一大早上就过来了。师傅跟我上楼之后啊，看了看窗户，完事儿啊，拿出尺子就开始各种量。反正我说呀，除了这个窗户以外，还有卫生间的门，再者就是小院的铁门了。就这3样东西，您看给多少钱吧？师傅稍加思索片刻之后回复我说。师傅带着他那个老哥几个就一顿哭哭拆，拆的过程啊，首先就是把玻璃先卸下来，然后借助各种的工具，反正拆的挺快的。一会儿的功夫啊，整面的窗户基本就全卸完了。然后楼下还有一个大哥拆铁大门，协同作业，速度就是快。我站在楼下正在观看着，突然发现师傅些许有哪里不对的地方。表情还越来越凝重，眉头都皱起来了。就听他嘴里嘟囔着假的假的，我这还想什么东西假的。后来都弄完以后，他们下楼，我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儿。就是师傅他们拆的这个主卧窗户不是真塑钢，是假塑钢，所以即使二手回收，这假的根本卖不上钱。师傅这次是看走眼了，他说收你这点东西，就你家这铁栅栏门还能卖点钱，这估计都得赔钱。我心想，那我也不懂啊，这都是你自个儿出的价格，说的我这心里还有点小愧疚。那你钱地方都拆了，小院的地面也硬化好了，改水改电正在施工中。我老公主打就是一个你爱咋弄咋弄，我肯定是不过问。但是如果你是需要搞卫生，那肯定是随叫随到。师傅够早的，你看都已经到了，手可咋办啊？咱就是说，能不能别帮忙？师傅最后拿我没辙了，说你要是没事找事儿，能不能把砖头搬一搬？没问题，这我绝对能干。于是我就开启了搬砖模式。咱又来活了，我踢脚线。师傅为了让我离他远一点，特意给我找个家伙事儿，让我抹踢脚线。抹踢脚线之前必须拿水先浸湿一下。为了让我踏踏实实在这抹踢脚线，师傅还特意过来给我演示一下。但是咱这上手之后一弄，他怎么感觉这么别扭呢？我感觉这东西在师傅手里挺丝滑的，怎么感觉到我手里他就不听我话了？我这踢脚线刚抹一会儿又来活了。之前约的燃气公司的人来了，就为了把燃气管道都改好，这样好做全屋定制。就在这会儿，我突然想起了这废弃的车库里面还有好多垃圾呢，这要不赶紧清理，封完窗户跟门之后怎么弄出去？于是乎我就开始往3轮车上装垃圾，装着装着我才想起来我还有老公呢。搞卫生这事儿我老公最在行了。果不其然来了之后呢，就把这垃圾都弄干净了。弄干净这一个地儿可不行，其他地儿有垃圾他也要弄干净。这不楼上的垃圾也顺便都顺下来了。我这一看赶紧帮帮忙吧，别再给累坏了。小院改造又是贼拉充实的一天。最后就是把我废弃的车库改造成咖啡厅和小酒馆的地方，在这儿给咱在这儿装个门。听完我的诉求之后呢，师傅跟我确认了墙体要垒的高度，还有门要预留的宽度，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弄了。这墙体到底留多高，其实我也说不好，但是我就想啊，以后别影响里边的采光，然后呢，在里边坐着喝咖啡的时候能看到室外的场景，所以这样我和师傅一琢磨，高度就留了80公分，门的宽度呢就按正常标准尺寸留就可以了，基本就是80到100之间。多半天的功夫啊，墙体的基本主体就被垒出来了。这阴晴不定的天啊，干着干着还下起了雨，外面狂风暴雨依然阻挡不了咱们改造的进程。多漂亮！收手电话吧，就自己倒着吧。因为雨越下越大，所以暂时就和不了灰了。所以趁着空闲阶段，赶紧把师傅的工作量安排满。因为主卧不是要打算装落地窗嘛，所以有2块墙体一直没有被打掉，正好利用这个空闲时间段，咱们就可以干这个活了。师傅用电镐3下5除2的功夫就把这墙体打掉了。下雨天干这个最合适了，灰尘还小，基本差不多拆完了，雨也停了。我本来以为这墙垒完就行了，后来一问才知道还得需要再抹水泥呢。而且据师傅说呀，抹1遍还不行，还得需要抹2遍。得，我这一看今天又完事儿不了了，明天还得需要1天呀。行了，明天我找瓦工师傅花费了2天的时间，帮我把废弃的车库改造成了咖啡厅。我现在非常期待装上窗户和玻璃以后的样子。我的小院改造前几天在师傅的帮助下，把该拆该砸的地方都拆了，地面硬化也做完了，水电改造呢基本也就接近尾声了。但是很多伙伴都说我们家的大门有问题，所以今天正好趁着师傅还在，把大门口的位置帮我移动一下，这样你们就不会再说有问题了吧。接下来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下我们家的电工师傅了。改水电截止到现在已经4、5天的时间了。你说他没干活吧，每天都挺忙碌的；你说他干活了吧，这是真不出活啊。我看了一下，幸亏他的手艺还是不错的，活做得很好，时不时还给你来点小幽默。反正啊，比我能聊。我们家马桶不是要改位置吗？所以就用了一个这样的扁管。我就多嘴问了一声，我说这要堵了怎么办呀？他说把马桶装好的问题不大，堵了你少了。
我就想说，师傅你是在逗我玩吗？行了，不跟他拼了，我还是抓紧时间干活吧。小院因为刚硬化完地面，所以说这种大太阳的情况下，一定要浇水养护一下。这地面洒完水之后，就能听见滋滋的吸水的声音。据师傅说，这样的地面养护完之后呢，可以减少开裂。地面的水也浇完了，趁着这功夫没啥事儿，咱们拆个快递。小院改造呢，我想把全屋的地面都铺上木地板，所以就找了一个木地板的源头工厂厂家。这样品打开之后啊，说实话，这效果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不光颜色好看，都是当下特别流行的，最重要还是某大牌的同款，因为我找的是代工厂，那价格也是相当的合适了。赶快帮我选一个颜色吧，装上以后让你们看看效果。完毕了。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水电改造的情况。客厅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电位的改动，增加了电动窗帘的电位，还有空调的插座，把主灯居中到了客厅的中间位置。卫生间部分呢是改动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全部都拆了嘛。干区的这一边呢，预留了洗衣机、烘干机，还有壁挂机的上下水以及电位。对面这个部分呢，准备放浴室柜。浴室柜想要装智能镜子的，一定要记得在这会儿留电位。洗手间一进门呢，把马桶的位置移到了侧边，正对门口的地方呢，准备装花洒，留了上下水。马桶的正上方呢，预留了电热水器的位置，侧面装浴缸也留了冷热水和下水的位置。想要装浴缸的，一定要计划好自己要买的浴缸类型，要不然冷热水的位置没法留。厨房的位置呢，要做全屋定制，所以瓷砖就没有动。水电改造呢，主要是把外露的壁挂炉隐藏起来了，然后按照我定制的橱柜的动线位置，分别呢留了冰箱、水盆的上下水，还有装洗碗机的位置，以及日常可能会使用到的电位。咖啡厅呢，因为也没打算以后对外开放，所以呢水电改造的时候留了下水的位置，还有就是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电位插座。顶部呢预留了射灯，还有主灯以及吊灯的位置。咖啡厅门口这一块呢也预留了照明和射灯。二楼呢主要改造的是把以前不合理的床头电位以及壁灯位置上做了简单的一些移动，然后增加了空调的插座，还有电动窗帘的插座，1800多。人工费呢主要花费了4300多，公积现在是花费了7100多。千万别轻易装修改造，真的是哪都需要钱。还有就是北京的人工真的很贵，这样的一个大箱子包裹的还挺严实的，没想到居然还送了个白手套，这戴起来瞬间就有感觉了。因为这个房间的采光不是很好，担心亮度不够，所以我选择是6个头的。这款灯呢有金色和银色2种颜色，我个人更喜欢银色一些，感觉更好看。灯身是铁艺的支架，灯罩呢是玻璃材质的，这个玻璃材质呢是那种磨砂质感的，拿在手中呢手感很好。这种密闭的玻璃灯罩透光，而且还不容易进虫子。灯身的整体呢采用喷漆磨砂工艺，所以用久了也不用担心会掉色。整体颜值那真的是没话说，装起来是非常好看的，特别适合这种极简的家装风格或者是法式复古风。这个灯单独看的话，还带有一点这种中古风的特色，而且呢还是3色光源，高度完全都可以自己调节，真的是好看又好打理，太喜欢了。我花600块钱在工厂买的木地板盲盒到货了。今天我就要挑战一下自己铺贴木地板，不知道会不会翻车。注定又是不平坦的一天。前期在选择木地板的时候，工厂老板发来的小样我感觉都挺好看的，所以瞬间选择困难症就犯了。跟我说他给我发的这款木地板色号沉稳大气，不是那种烂大街的颜色，铺完之后呢是这种高级感十足的感觉。这颜色也太深了吧！老板说你别看深不深，你要看整体铺完的效果，效果要跟我说的不一样，这木地板我就白送给你们。视频最后铺贴完之后，你们看一下效果，我是不是被老板忽悠了？为了自己铺贴木地板成功，我还特意跟邻居借了切割工具。铺贴木地板之前一定要把地面的卫生清理干净，然后在上面铺上防潮膜，中间用胶带粘起来就可以。铺的挺专业啊。然后把木地板一条一条拼接起来就行了。没想到铺贴木地板居然这么简单，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弄好一大块了。不瞒你说，我当时都已经想好怎么出去接活了，商业蓝图逐渐在我脑海里形成。就在我洋洋得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杀！铺的挺好，下次别铺了。果然干什么都不能高兴太早。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木地板的铺贴方式有很多种，唯独没有我这一种。犹豫片刻之后呢，我果断选择了工字拼，因为据我观察，这样的切割次数比较少。因为对我这种第一次使用切割工具的人来讲，还是有一点小怕怕。木地板1分为2，画这个中间线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能把它画直呢？我感觉我又要踩坑了。第一次用这个切割工具，我发现声音特别的大。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怕切到手，后来发现多切了几次也就适应了。就在一切都准备完毕，我要大干一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木地板好像被砸坏了。这自制的工具就是不行啊！想要自己铺木地板的，一定要有这个工具，一定。但是我秉承着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一定比问题多。这不，自制的工具就诞生了。接下来我就在测量、画线、切割、铺贴中度过。果不其然，又出事儿了。这木地板铺贴的真是一波三折呀！接下来的时间，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把木地板贴完。
效果吧。屋都是碎屑残渣，今天就来做一个开荒保洁，正好赶上石头 A10 Ultra E 全新上市。这款洗地机不仅洗地功能强的没话说，还附赠了大功率吸尘器。下来咱们先用吸尘刷头把地上的碎屑灰尘吸一吸。你们看这17000帕的大吸力，11万每分钟的高速马达，啥灰吸不起来呀？还能180度躺平，低矮角落也不是事儿。吸完地请出洗地机，高扭矩滚刷擦地就是比其他主打转速的要更强更好。搭配17000帕的大吸力，地上这2块嘎巴了好久的顽固区域终于干净了，实时活水喷淋，滚刷时刻都是干净的，也不会越拖越脏。清洁过程还有脏污识别功能，轻污轻擦，重污重擦。APP 也可以自定义出水量、转速、吸力，简直不要太方便。刷头能实现80度大角度灵活转向，自带助力能贴墙打扫，即使是这种7拐8拐的建筑垃圾边缘，复杂边角缝隙轻松就可以搞定。950毫升大水箱大电池，最大可清洁280平。水箱内置抗菌银离子，加上抗菌滚刷和滤网，不需要等待制备，随时拿起手来都是99.9%的抗菌拖地。拖完地，像这种边角缝隙残留的灰尘残渣，就换上这个缝隙毛刷来解决。全部清理完之后放回，自动开启模拟人手正反交替双向搓洗的自清洁和烘干。滚刷上盖甚至底座都家里装修铺木地板，千万别等到师傅都开始干活了，忙慌的随便选一种，铺完怎么看都后悔。我也是前几天自己铺了木地板才知道，木地板不同的铺贴排版方式对应的优缺点以及最后的铺贴效果都是不一样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排版方式有工字拼法、369拼法、人字拼，还有鱼骨拼。工字拼2块木地板的中间线对齐铺贴，从而呈现出一种工字的形状。这种铺贴方式的优点呢，就是操作简单、损耗小、性价比比较高。铺贴完后的效果呢，就是整体的纵深感比较强，会显得空间比较宽敞。铺贴方法呢，多出来的部分都相等。方式的最大优点呢，就是损耗小，操作比较简单。最后说一下鱼骨拼和人字拼很像，但是千万不要弄混。鱼骨咱就是说这草的生命力是真顽强啊，有土的地方它就能长。一边拔草我就一边想，恍惚间又回到了小学。开始新的希望，新的梦想。我老公的帮助下，一会儿的功夫，小院就已经从这样变成了这样。趁着天还没黑，叫收废品的师傅上门，正好把小院旧栅栏卖掉。今天的改造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吧。下期视频呢，开始垒小院的围墙呢，开始给小院垒院墙。之前很多网友都说我们家这个院子的大门啊对着路有问题，所以呢，我决定花最少的钱改动一下。为了让墙体的造型更有设计感，我还特意在工厂买了30块这种带造型的空心砖，好期待它上墙以后的样子呀。我一想，我不会，但是我公公会，年轻的时候就干过瓦匠，这垒院墙肯定没问题。于是乎，我今天就是当小工的一天了。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搅拌沙子和水泥。趁着咱们家的大工还没到，赶紧把要用的砖块备好。改造之前看了很多小院大门的做法，还是很喜欢这个造型。后期装上灯啊，整体效果就很好看。所以现在原有的墙体上砌出门垛的造型，这个门垛是要突出墙体一切的。一边弄好，再弄另外一边，然后就可以开始拉线找钉砌墙了。因为小院里面我还想砌那个花池椅啊，就30公分太低了，这样呢再加高30公分就好看了。后期再安上这种塑木围栏，既好看又省材料。最后关键的一步来了，门边上砌了一块1米多宽的壁墙。这么看的话，大门就不对着这条路口了吧？做完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们觉得我这个方法如何？干透了之后就可以磨水泥了，磨水泥的时候可以粗糙一些。最后我们看看整体效果吧。农村400平的别墅小院，从这样改造。这几天在家人的帮助下，我们自己把小院的围墙垒起来了，还做了一块1米宽的造型墙。不过弄完之后怎么看都有点别扭。今天呢就来刷外墙的乳胶漆，然后再看一下能不能顺眼一些。小院外墙处理方式呢，我选择的是用腻子拉毛，然后滚刷乳胶漆的方式。需要准备这些东西。第一步就是刷墙布，刷之前先清理一下表面的浮土。墙布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基底层的附着力，尤其是像这种水泥墙面，最好是刷一下。看使用说明说需要兑水，然后我就水就放多了。家人们谁懂啊？这一大桶。一般呢刷2遍就行了。我为了这一大桶的墙布别浪费，刷了很多遍。
后第2步就是用拉毛滚刷蘸着拌好的户外腻子拉毛。搅拌这个户外腻子一定要用这个机器搅拌，如果要是用手搅拌，估计会搅拌到怀疑人生。粘稠度基本这样就可以了。腻子拉毛有一个小窍门，刚上墙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拉毛，先滚涂均匀，然后再拉毛。我刚开始弄也是没经验，所以这面墙的覆盖就不是很均匀，后面就越弄越有经验了，而且效果也就更好。然后第3步就是等到拉毛后的墙面干差不多了，就可以刷乳胶漆了。吸取强固的经验，这次乳胶漆可不敢放太多水了。乳胶漆一共刷2遍，从上往下的顺序刷，刷均匀就可以了。因为腻子是白色的原因，所以刚开始刷的时候乳胶漆效果不是很明显。都刷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乳胶漆的覆盖力还是很强的。然后第4步就是乳胶漆滚刷不到的地方，就需要用这种小刷子来刷。干这个活就得有点耐心了，像这种空心砖就要这样一点点的刷。小刷子刷完之后，这效果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最后一步就是刷封闭漆，主要是为了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刷了1天的外墙，最后我们看看效果吧。下期视频尝试着自己垒小院的花池，花池的尺寸该怎么定？在确定具体尺寸之前，我用最笨的方法就是拿砖头在院里摆了好几次，模拟真实的使用场景，最终确定了现在这个尺寸。需要的小垒花池首先就是搅拌沙子和水泥，这活我熟啊，干了好几天的小工可不是白干的。就在我觉得非常 so easy 的时候，越搅拌越觉得不对劲。我忽略了昨天刚下过雨，沙子里面都是水，所以就和稀了，就成这个样子了。没关系，完全不影响。砌花池之前，这个砖一定要记得用水浇一下。这是我今天用到的工具。第1块砖呢，留了一个空，是为了花池排水。我选择的是错缝方式的垒墙。敲砖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何每次都能敲出差不多大小的砖头呢？所以在砌前2层的时候，我每次都在纠结怎么敲这个砖头，然后脑子里就好像有个人在跟我说话。砖头一定要大小一样吗？墙一定是直的吗？哎，我一想也对呀，哪有那么多一定的事儿啊？我体验的是这个过程，做不好又怎么样？我想怎么垒就怎么垒，怎么开心怎么垒。果然没有包袱之后，就突然放飞了自我，就顺畅多了，然后就成这个样子了。卖到姥姥家去了。别慌，问题不大。我第一时间反思了一下上午的操作，砌歪了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拉线，这样拉线后上下左右砌的时候就有参考了。果然肉眼可见的也确实更直了。看看我下午的成果吧。花池垒好之后抹外立面就可以了，一切的不平整在这一刻都变成了过去式。为了整体效果好看，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尽量做到整齐。看看忙碌好几天的成果吧。下期视频给我的小花园上色，就琢磨着怎么能既省钱又能做出这种好看又耐脏的花池呢？最后我还真找到了一个方法，今天就打算自己试一试。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收藏参考一下。用到的材料和工具呢比较简单，不过需要注意的细节可不少。首先第1步就是刷墙固，刷墙固可以增加乳胶漆的附着力，尤其是像这种水泥面，如果灰土多，刷之前最好再扫一扫。墙固用的时候千万别兑太多水，刷完第1遍之后，等半个小时再刷第2遍，一共刷2遍。第2遍的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水泥面有一层保护层了。我怕墙固剩下，所以又刷了好多遍。然后墙固干的差不多了之后呢，就可以刷乳胶漆了。刷乳胶漆第1遍啊，就随便刷，只要覆盖上乳胶漆就行了。花池里面不要忘了刷上1块，因为种花的话土不会有这么高，像这种边边角角用这种小刷子补一下就好了。刷完第1遍之后，我怎么感觉翻车了呀？覆盖力不是很好，而且怎么都裂纹了。后来我一想，反正也刷了，就用着脱工刷吧。刷第2遍的时候，明显就感觉到覆盖力也更强了，之前的裂纹也都不见了，所以不用怀疑，大胆的刷吧。一共刷了3遍，这是第3遍的效果。第2天我又刷了1遍，这是第4遍的效果。然后一定要记得刷这种照光漆，这样脏了一冲就干净了。最后一步就是我怕这种仰角的地方有磕碰，特意在网上买了这种铝合金的护脚条。忙活了1天，最后看一下整体效果吧。
下期视频呢，安装小院的围栏，花8万块钱改造我老公送我的400平别墅小院。因为预算有限，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自己动手垒了小院的院墙，刷了外墙面，我还学了怎么砌花池，特意找源头工厂买的塑木围栏和地板。等着到货的这时间，我还给花池上了颜色。终于等到可以给小院安装围栏了，我才发现商家为了给我省钱，没给我发底座，居然让我用这种角铁固定，这我哪里会操作呀？没办法，只能找师傅安装了。这个围栏安装啊，看着挺简单的，但是有好多细节需要注意。首先就是这个立柱的固定，尽量选择这种带底座的，价格贵点，但确实是好看。像我这个没有带底座的，固定这个特别的费劲。固定好立柱之后，就可以切割板材了，把切割好的板材插入2个立柱之间就可以了。在这里就要注意了，板材卸货进家的时候一定要摆放整齐。我就是随手丢在地上了，安装上才发现之后板材明显有弯度，所以后面的安装呢只能用这种卡扣做间隔了。像这样安装完之后，搬区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最后就是如果找厂家买东西啊，一定要多算出个1、2块，因为有破损和切错板材的情况很正常，千万别像我这种到最后只能东拼西凑才够用。经过1天的时间，一起来看看小院的变化吧。在师傅的帮助下，我的小院成功安装好了塑木围栏。有事来不了，所以我打算和公公自己弄。但是我上手之后，我才发现安装过程远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很多。首先第一步就是需要借助水平仪在墙面上找出合适的铺设高度，所以特别庆幸花池砌得足够高，不然安装完地台后，花池就会显得很矮。知道铺多高了，接下来还要看角直不直。没想到公公居然此刻用上了勾股定理，量这个斜角的长度就可以计算出直角直不直。突然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找完平确定了直角，就可以用墨斗弹线了。虽然叫墨斗，不过没墨的时候放点水也不是不可以，只要它弹出来有颜色能看就行了。弹完线之后呢，就可以按照尺寸切割木条做木龙骨架了。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地台的龙骨常见的有2种，一种是木龙骨，一种是青钢龙骨。我虽然用的是木龙骨，但是固定龙骨的方式比较特别。因为我公公是瓦匠，所以此刻我感觉既简单又便捷的方式就是用水泥沙子固定。你看，这就是固定好之后的样子，撒点水，等1个中午就都硬了。下午呢就可以安装塑木地板了。只要龙骨固定好，地板的安装就简单了。按照需要的尺寸切割，然后用商家带的卡扣和螺丝固定就行了。重复此动作，别停。最后安装收边条就可以了，直角切45度，上面用胶固定，下面打几个螺丝就完事儿大吉了。下期视频安装这个卡座，做2条塑木地板嘛，扔掉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一合计，今天打算在这个位置做。具体怎么安装呢？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花了30块钱呢，买了一根方钢，按照卡座需要的长度切割好，然后按照卡座需要的宽度切割防火木方。如果你想装出这种不漏边的卡座，这一步就可以准确的知道方钢龙骨的宽度需要多少。确定好龙骨的宽度后，就可以焊接方钢骨架了。把焊接好的骨架上墙安装，上墙要记得找水平，然后打眼，用膨胀螺丝和角铁固定方钢就行了。龙骨固定到墙面上之后，再进行焊接，基本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成功1大半了。然后把切割好的木方用长螺丝固定在方钢龙骨架上，最后就是安装塑木板材了。中间还是用这种卡扣固定。安装到这一步，我才发现这跟安装地台一样啊！安装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3块的宽度正好，安装侧面的封板也正好在第3块板材的下面，用螺丝固定在之前的木方上，这样看不到板材的凹槽，更美观。如果你也想安装这种镂空的卡座，那么在安装前砌花池的时候，花池的高度最少不能低于50公分，因为这种卡座的高度最少都要40公分，这个尺寸还不包括地面不平的问题。其次就是安装卡座的这面墙，宽度不能少于30到35公分，这样才可以安装3条塑木板材，坐着舒服呢也更好看。就这么一个镂空卡座，折腾了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整体效果吧。不在我认为花池种花万事大吉了，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池。
想要花园绿植不烂根长得好，这里边的填充可真有讲究。首先就是沏花池的时候要考虑好排水的问题，预留排水口，避免后期雨水多的时候积水排不出来，植物烂根。第一步呢就是涂刷防水涂料，我是在网上买的材料，搅拌好呢直接涂刷。一般楼顶露台花池才需要刷这种防水，我只刷靠墙的这一面，主要考虑到怕渗水、墙面反碱影响我小白花池的颜值。第二步就是敷阻根膜，这一步呢主要作用是避免栽种的绿植串根扎破墙体。这个膜还有一定的防水功能，作用挺强大，但是这个真不好铺，也有可能是我买大了，塞进去呢还需要裁剪，然后再用胶水固定。固定完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三步就是铺排水板，雨水多的时候可以快速排水，像楼顶上种花更需要这个东西了，就按照花池底部大小买就行，铺的时候裁剪一下就可以了。铺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第四步铺土工布，这一步呢主要是过滤泥土中的这个水的作用，辅助排水。我看很多人都是把土工布缠绕到这个排水板上，我呢就直接裁剪了一下，然后覆盖在排水板上，铺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五步呢就是倒入大号的桃粒儿，这一步呢主要作用就是花池的垫底。大号桃粒儿呢一方面可以少添点土，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快速排水，花池底部也更加透气。最后一步就是填土了，我公公给我挖的落叶灌木土，然后又和正常的土搅拌的。据我公公说，这样既有营养又透气儿。我本以为最多用2车就够了，填完土我就去买花去，没想到足足用了6车土，怎么填都填不满，腰都快废了。幸亏有我老公和婆婆一起帮我。天快黑了，终于把土都填完了，马不停蹄的就来到了花圃。就在我以为终于可以种花了吧，卖花的大爷说：“姑娘，种啥也不长了，明年吧。种不了真花，那这种假花要不试试？”